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看到这些可怕的怪物，没有错，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伯爵这个种族。那我们来介绍吧，因为这次分得蛮散的正面一字排开就是僵尸吸血鬼便宜好用的东西。造价100元，那它的数量也还算可以，然后血量有6000多，最重要是它不会溃散，不死族就是死亡，它不会士气归零，然后就会逃跑。不死族的特性就是士气归零会开始烧血，但它不会逃跑，烧到死为止。那后面这边呢，就是荒坟守卫重型武器。那为什么会挑这种重型武器会破甲呢？因为对手是矮人矮人基本上都是重甲的。我们这边正中间有看到这边有这个墓穴恶鬼，他算是很不错的怪物步兵那战斗能力也非常好，那有着高昂的破甲，非常适合撕裂矮人的步兵。那后面这边呢是幽冥引擎幽冥引擎主要就是有这些能力，像是范围性的不断去烧对方血，但是前提是这个幽冥引擎是在攻击中。然后这边还有就是法力补充速率加 40%， 然后还有这个范围性的补血，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友军都可以帮忙补血。这3个能力蛮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烧血这个能力真的蛮好用的，虽然说感觉好像烧不多，但是磨着，对方也会不知不觉的就被烧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我方的领主这个亡灵大法师比较便宜的领主因为四散在外面的东西很多也很昂贵。这边有使用是可以召唤僵尸的技能，还有补血，然后还有魔法飞弹这种技能这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四散在外面的东西有什么。首先这边左侧这边有2队的恐狼，虽然说无力破甲，但是要抓对方的炮兵或者是火枪手，短时间让他哑火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边有一队嗜血天鬼精英版本，它是攻击能力非常强悍的怪物步兵。虽然说它算是飞行怪物步兵，但是要注意它非常的薄，没有防御力可言。护甲时基本上就是没有防御力，它很容易被打穿，所以使用它的时候要非常谨慎，要搭配其他部队去做协助，绝对不要只单枪匹马冲过去，那你就是有去无回，直接蒸发。好，右侧这边我当然也有部署其他单位啦，这边也部署了2队恐狼，恐狼总共出了4队。那这边还有2队的茯苓骑士，主要是要他的破甲，因为血宝骑士没有破甲，所以带了2队茯苓骑士，而且它本身是灵体，灵体最大好处是有着物理抗性，加 55%。然后虽然说魔法对他来讲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矮人基本上是不带魔法，虽然说他们有符文。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的阵，我就很喜欢正面都是矿工炸药以及矿工勇士，围成一个半圆圈。对，没有错，我就是希望可以这样子。然后中间呢，3队的雷鸣枪手。那后面就是4队的大炮，各种不同大炮，有火焰炮、加农炮、
还有投石车啊，更正，总共是5队的炮兵。然后呢，领主都出那么多大炮，当然是出马拉凯啦，为了支援这些大炮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如何去做包围的吧。虽然说我觉得自己包围的可能也没有说很好就对了，而且我自己失误我觉得蛮多的。好，刚开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吸血鬼你一定要被炮兵狠狠的教训的，没办法，谁叫吸血鬼没有炮兵，没有远程单位，一定会被教训。那这时候就是要稍微拉一下。不过我觉得火焰炮那个射程，它的射击方式真的要躲很难躲。然后我帮领主莫名其妙就这样烧着就不见了，很快登场没多久，我帮领主直接蒸发，全场没有法术可以放。然后这边在大家有士气有打击到，非常可怕。这种不死族最怕就是这种士气打击，尤其是领主死亡。那福丁骑士就是不断的在去做绕位哦，然后恐狼4队也在不断的绕，要尽可能去切到对方的后排。好，我们这边率先撞了一队矮人勇士哦，2队福丁骑士直接粘上来，对方血量会蒸发非常快哦。啊，这边恐狼也快速贴近哦，一口气直接粘了上来。啊，正面的这边也立刻冲了上来，木屑恶鬼直接粘上了这边矮人勇士，好像没有贴到雷鸣枪手，还是有，好像也是有贴到，他们是2队混在一起，所以变成一起咬。那这边荒坟守卫也一起上来混杂的这些僵尸，然后幽冥引擎在旁边支援哦，它有在攻击，所以会触发烧血。那这些士兵呢就会打着血会不断燃烧。我们这边木须恶鬼血量很危险啊，这样围着，啊，旁边还有其他的僵尸啊跟荒坟守卫一一的推进。好，我们放慢速度，大致上看一下战况哦。前面这边有一小区的在作战，啊，这边基本上就是靠着一队的荒坟守卫，然后剩下的僵尸去做一个包夹，然后幽冥引擎在算是对方的后面，那不断的去攻击对方，然后并且触发烧血还有补血。这一区大概是这样子。那正中间的木须恶鬼单枪匹马的冲过去，不过已经岌岌可危，这木须恶鬼应该会死，这个会被烧到死。那右侧这边的僵尸跟荒坟守卫还在寻找目标。刚刚的福林骑士已经把这一队的矮人勇士给打退了，不过这样子其实他有非常高的可能性会重新再回来，因为他的士气其实还可以继续往回拉。那我们这边右边这边的话，也是有僵尸，然后嗜血天鬼也下来帮忙哦，抓雷鸣枪手，优先要把这些讨人厌的远程东西要解决掉。那恐狼呢，也去抓一些败逃部队。当你机动型部队很多的时候，可以考虑去分一点这种战斗力比较低的，然后去抓这种败逃部队。因为败逃部队它不会还手，那你只要一直不断靠近，不断的去咬它，追着它自己就会跑掉了。好，我们来继续。那这边呢，福林骑士也切了进来，要去斩杀对方的雷鸣枪手啦。那红门守卫也进来，基本上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对方的领主。我们看一下这边在追一些败逃部队哦。败逃部队就是这样子，只要他的旗帜还是举着的话，撞一下他损失非常大。刚看撞一下就没了。啊，这个就是没有去追败逃，那他就会重新再回建。那这个矿工他似乎他还有炸药包，他炸药包如果丢在吸血鬼身上，像是丢在那个僵尸身上，他们会很恐。你看丢一下，这还没有全部丢完，没有，其实血量就扣蛮多的。那恐狼去咬它，其实
不是很明智啊，但是对方血量所剩无几，而且这边中间交战也调不出部队，是只好这样勉强去咬他。我们看一下，雷鸣枪手在攻击嗜血天鬼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扣血量其实很快哦，没有去阻止的话会很危险。这边没有去，他们直接跳下来去抓那个炸药包的，有手持炸药包的矿工。我看一下，他攻击力很高，但是其实嗜血天鬼他自己被打也非常痛。这种单位就是玻璃大炮，使用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如果可以的话，让他去抓败头，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因为他的飞行速度非常快，他可以去抓败逃部队也是可以。好，这边围着呢，把对方的很多部队都围掉了，依赖着烧血，还有大量的僵尸啊，僵尸的数量就是很多，不是很好处理。好，雷鸣枪手这边这一队，其实这个血量其实还是蛮有机会会回来。这个时候就是要派骑兵啊，或是像嗜血天鬼，这个要稍微抓一下，因为这个看他的模组数量其实还蛮多，他回来其实还是会有点压力在。僵尸烧血就给他烧了，因为僵尸本来就是一个便宜的单位啊，它很好处理。然后这边就是看他也是举着白旗，也是要稍微处理一下，不要让他们过那么舒服。然后后面呢，基本上只剩下领主啊，他不知不觉跑那么远，我们几乎没有去理他。我们单位基本上是没有去处理领主的，然后把其他东西都追得差不多。我们看到刚刚这一队讲到的雷鸣枪手，他又回来了，而且模组数量很多，这个模组数量其实算蛮多。看一下，等一下攻击嗜血天鬼。哦，没有，他不是打嗜血天鬼，他是打别的。我想说，他如果会攻击嗜血天鬼，我们可以看一下嗜血天鬼扣血会多快。好，你看一下，他刚刚被打了几枪，其实那个血量都是肉眼可见在跳哦。那嗜血天鬼非常怕被打，这个要非常注意。它是输出主力，但是要谨慎使用。这一队这样子就不会回来了，这个一定回不来的。刚刚丢了几个炸药包，但是没有用。我们骑兵给他冲撞，稍微摸害一下，对方就飞了，就结束了。那剩下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就是都过来围殴了。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包围啊。不过他这个是有在拉走位，他有在特别在拉开。要不然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他被包起来的话，步行同样是步行单位的话，其实要跑还会比较不好跑。他这个有特别在拉动的话，只要没有包围起来，他就还是可以这样子，像刚刚那样子不断的走来走去。他现在被包围的话就很痛苦，那基本上就没戏了。好，我们加速吧，他就直接被围殴，然后就围到死了。然后嗜血天鬼也跳下来，然后对方领主阵亡就结束了。其实我一开始打算是说，矿工炸药包跟勇士可以当还不错的墙壁，然后中间可以有雷鸣枪手可以射击，然后后方有炮兵。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组合，而且刚开始确实非常快的击杀了亡灵大法师，导致亡灵大法师想做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事，只是默默走过去，然后就蒸发了。这算是有点始料未及的。不过好处是在对方在变换阵型的时候，其实没有变换的很好。然后恐狼跟这个茯苓骑士有配合得到。加上正前面有木屑恶鬼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有让对方正前方有个撕裂口，那后面
的部队就是慢慢的涌入过后，就差蛮多的。吸血鬼虽然说是没有远程但是这样子策动各方面包夹下来的话，其实要包也是包得起来，不过玩起来其实很累就对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如果喜欢影片，帮我点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